人生有时就像在坐云霄飞车，一会儿冲上高峰，一会儿又跌入低谷，让人欢喜也让人忧愁。正所谓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世上没有永远的顺境，也没有永远的逆境。或许你也有过类似的体会，某件事本以为十拿九稳，却突然生出变数，又或者有段日子路运亨通，转眼又遭逢打击和挑战。生活的无常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。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意思是一件看似倒霉的事，谁知道不会变成好事呢？人生在世，我们常常发现好事与坏事就像一对双生影子，形影相随。今天的祸也许就是明天的福，此刻的福可能隐藏着转变为祸的伏笔。古人甚至感叹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形容福气不会连续降临，祸患却常常接踵而来。但难道我们只能悲观地任由命运起落吗？其实不然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有一本奇书专门讲述变化之道，那就是《易经》。它蕴含的智慧揭示祸福相倚并非绝对的厄运或幸运，而是一种自然规律。我们可以透过理解这种规律，学会在变局中处变不惊，化逆境为机遇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《易经》的世界，看看古人是如何剖析祸福转化的奥秘，并从中获得人生的启迪。要了解《易经》的祸福智慧，首先得谈谈中国古老的阴阳哲学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过，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灾祸靠着幸福而生，幸福潜伏着灾祸的根苗。简单来说，祸与福总是互相依存，可以互相转化的。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，好事也可能带来坏的结果。这里头蕴含着中国人对世界的辩证观，凡事有正反两面，此消彼长，盛极而衰，否极泰来。庄子也说过，安危相易，祸福相生，讲的同样是安全与危险不断交替，灾祸与幸福互为因果。这种物极必反、阴阳转化的思想，在《易经》中得到了极致的体现。《易经》又称《周易》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博大精深的典籍之一，被视为群经之首。它的核心就是一个“易”字，意思就是变化。《易经》用最基本的阴和阳两种符号，称为爻，搭配组合出64种卦象，来模拟天地万物的种种状态变化。其中乾卦为纯阳，坤卦为纯阴，两者好比天地，阳刚到极致时会生出一缕阴柔，阴柔积蓄到极点时也会萌生一丝阳刚。换言之，孤阳不生，孤阴不长，只有阳没有阴，万物无法化生；只有阴没有阳，万物也难以滋长。一阴一阳之间的此消彼长，便孕育出宇宙间的无穷变化。易经正是透过一爻爻阴阳消长的变化，揭示天地万物盛衰兴替的规律。即使是最极端的情况，也隐藏着向相反方向转化的契机。正如中国的太极图案所示，漆黑的阴鱼中点缀着一颗白色的阳眼，皎白的阳鱼中含着一粒黑色的阴眼，黑中有白，白中有黑，这正是祸福相倚的绝妙象征。阴与阳永远相互依存，循环往复，没有绝对的静止与单一。由此可见，在中国智慧中，祸与福就像是一对阴阳双生子，永远纠缠相倚，转化不息。在易经64卦中，有一组卦专门描述由乱转治、由否转态的过程。古语常说否极泰来，这个成语正是源自易经卦象，意思是坏运到了极点，就会向好运转化。所谓否卦，即第12卦叫否卦，读音批示；第11卦叫泰卦。否与泰两卦一阴一阳，恰恰代表了闭塞与通达、乱局与太平这两种相反的境遇。否卦从卦象上看是天地不交，上卦为坤，象征大地；下卦为乾，象征天空。天地二气不相交感，万物失去和谐之机，就好比天与地隔绝，阳光雨露无法普降大地，因而生机堵塞。这画面象征人生处于一种上下不通、孤立闭塞的困境。时运不济时往往如此，无论怎么努力，都仿佛有股无形的阻力，让人寸步难行。易经中说天地不交，否指的就是这种情况。那么身在否运时该怎么办呢？古人的建议是保持谨慎和节制。否卦的彖传中说，君子应当以俭德避难，
不可贪图荣华富贵。也就是说，处于逆境，越是艰难困顿，越要坚守节操，降低奢望，避免卷入更大的危机。与否卦相对的泰卦，卦象则是天地交泰，下卦为坤，地上卦为乾，天地交融，阴阳和合，万物畅通无阻。泰卦描绘的是一种太平盛世的景象，天地之气和顺交流，小的邪气退散，大的吉运到来，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。易经对泰卦的评语是小往大来，吉亨，意思是微小的不利退去，美好的事物涌现，吉祥而亨通。在人生中，泰卦象征我们处于顺风顺水、万事如意的高光时刻。否极泰来这句话旨在提醒我们，在黑暗的夜晚也会迎来黎明，在低谷的境遇也蕴藏着转机。人生在世，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，但也不会永远困顿不堪。当我们处在否的阶段，不要绝望，坚守信念，静待时机。当环境渐渐酝酿出改变的契机时，我们就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泰的转折。中国历史上就充满了否极泰来的传奇，比如商朝末年，周文王姬昌因执剑暴君而被囚禁于羑里长达7年。那段日子对他和周族而言，无疑是艰难至极的否运。然而文王身陷囹圄之际，并未自暴自弃，他一面韬光养晦，装疯卖傻以保全性命，一面潜心研究古老的伏羲先天八卦，推演化出后天64卦体系，写下了每一卦的卦辞，终于编成了周易的雏形。最终周文王等到了转机，商纣王残暴无道，激起众怒，文王之子武王陈氏起兵伐纣，一举推翻商朝统治。周朝建立后，奉周文王为始祖。可以说，文王以智慧和毅力，硬是在最黑暗的深渊中开创出了一条光明大道。如果没有羑里那段磨难，也许就没有后来影响深远的易经哲学和周朝盛世。再比如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，也是一个否极泰来的经典故事。越国本来被吴国大败，勾践夫妻沦为吴国的囚臣，寄人篱下，受尽耻辱，国家几近覆亡边缘。这正是一场彻底的否运。然而勾践忍辱负重，丝毫不敢懈怠。他每日为吴王放马、养马，在马厩里劳作，暗中卧薪尝胆，以自警。卧薪尝胆典故便源于此。经过多年休养生息，勾践终于等到机会返回越国。他重整朝政，发展生产，训练军队，10年生聚，10年教训，国力逐渐强盛。最终勾践一举雪耻，灭掉了吴国。从亡国囚徒到一代霸主，勾践用亲身经历诠释了什么叫大起大落，否极泰来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身处低谷时，只要不放弃，隐忍奋发，坏运到头终会迎来好运。相反，顺境得意时，也要懂得居安思危，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一直停留在泰卦的高位。如果骄纵自满，奢侈逸悦，盛极往往就会转衰，很可能从泰转回否。历史上许多王朝的兴衰循环莫不如此，治世久了难免滋生弊端，走向衰败。乱世之中又往往孕育英雄，开创新的太平。易经以否泰2卦形容这种朝局转换，可谓极其精妙。除了否泰，易经中另一组著名的对卦是剥卦与复卦，揭示的同样是从低谷反弹、高峰回落的道理。人们常说物极必反，其实就是剥极必复的另一种表达。剥卦是第23卦，剥有剥落、剥夺之意。从卦象上讲，剥卦下卦为艮，山，上卦为坤，地即山地剥，高山的基石土壤剥落、崩塌，覆盖在大地之上。六爻组合则是5阴1阳，上面5爻全是阴爻，只剩下一个阳爻孤守在最底部。这幅景象宛如严冬腊月，树木的枝叶都凋零殆尽，只剩枯干和地下尚存一丝根系的生机。人生处于剥卦阶段，往往意味着情势坏到了极点，几乎要山穷水尽了。易经对剥卦的卦辞只有短短4个字：不利有攸往。此时不适合有所前行作为，因为环境实在太险恶。正所谓进一步无路，退一步尚可保全。可是正当一切仿佛要彻底完蛋的时候，转机往往也就潜藏其中。因为紧接剥卦之后的第24卦就是复卦，复有返回、复苏之意。复卦卦象为地雷复，下卦为震雷，
上卦为坤，地雷声在大地深处响动，仿佛春雷揭开了大地的冬眠。一阳复生是复卦的主要特征，剥卦时仅存于底部的那一道阳光，在复卦阶段重新萌芽，其余五阴仍然盘踞上方。这表明经历了极端的黑暗沉寂之后，第一缕光明正破土而出。易经说复卦刚反，复其道，7日来复，意思是阳刚开始回到它正常的轨道。不过短短7日，阳气便重新回来了。这隐喻着一种周期性。古人把冬至日视作一年中阴阳易交的转折点，冬至过后第7天左右，白昼开始一点点变长，正是所谓一阳来复的时节。所以复卦也被看作冬去春来的预兆，寒冷和黑暗终将退场，取而代之的是渐渐回温的日光。对应到人生中，复卦无疑传递着振奋人心的讯息。经历苦难之后，曙光终于在望，波及必复的道理十分清楚。坏事发展到极致，便会向相反方向转化，物极则必反，否极则泰来。我们常说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讲的正是绝境中往往另有出路的真理。当你感到已经走投无路，或许转个弯就别有洞天。当黑夜漫长的令人绝望，往往黎明已悄悄在天边泛白。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都可能遇到暗无天日的时刻，但正如复卦给予的启示，否极之后自然会迎来回春的转机。绝境之中常藏着重生的种子。许多成功者的故事都验证了剥卦与复卦揭示的规律。他们往往在事业最失败、人生最低潮时没有选择放弃，反而从失败中吸取教训，从困境中磨砺意志，最终等来东山再起的契机。一位企业家可能历经破产倒闭，一无所有，但在谷底他没有自暴自弃，而是苦心钻研新技术、新模式，终于抓住下一次风口，东山再起后，事业比以往更加辉煌。又或者一位饱受打击的运动员，曾因重伤几乎告别赛场，但他凭借顽强的复健和训练重返巅峰，再创佳绩。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一个道理：寒冬之后必有春，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只要我们还保有那最后一丝希望，不放弃努力，生命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恢复生机。易经强调变化，也强调平衡，因此在卦象中还藏着另一层智慧。每一种境遇其实都有双面性，福祸往往相伴而生。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吉中有凶，凶中有吉。64卦中绝大多数卦都不是绝对吉祥或绝对凶险的，而是吉凶并见，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同时存在，只是比例不同，表现各异而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传说只有一卦例外，那就是第25卦谦卦。谦卦卦象为地三谦，象征谦虚谨慎。易经认为谦虚是立身之本，因此谦卦6爻皆吉，无往不利，是唯一全吉无凶的卦。除此之外，其他63卦莫不如人生本身一样，有利有弊，吉凶相残。所以得意时不要忘形，失意时也不必气馁，才是易经给我们的忠告。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，其实处处都印证着吉凶相伴的道理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得到就是好事，失去就是坏事，但事实未必如此。人生中的祸福往往没有绝对，关键在于后续如何发展，以及我们用什么态度去看待。以下几个例子就能说明这点。有一位旅人因故耽搁，错过了原定要搭乘的航班，他懊恼不已，直呼自己倒霉。岂料天有不测风云，那架飞机竟在飞行途中发生空难，无一人生还。这位旅人因祸得福，意外捡回一条命，原本的不幸反而变成了后来最大的幸运。再谈求学求职，有些年轻人第一志愿落榜，或是面试心仪的工作失败，当下确实令人沮丧。然而也许正因如此，他们阴错阳差进入了另一个更适合自己的领域，最终闯出一番成就。许多成功人士回忆往事时都感慨，如果不是当年那次看似致命的打击，自己就不会找到真正热爱并擅长的方向。可见一次失败可能正是日后成功的起点。感情上也是同样道理，有人年轻时历经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情感重创，觉得整个世界都灰暗了。然而经过时间洗礼，
当初那段痛彻心扉的经历，反而让他更加成熟，懂得珍惜。在随后的岁月里，他遇见了真正适合自己的伴侣，收获了稳定美满的爱情。回首往事，他才发现，没有当初的分离与伤痛，就不会有后来的成长与圆满。再看另一种情形，突然降临的大福气，有时也可能变成祸患。一位平凡人中了巨额彩票，按理说应是天降横福。刚开始他欣喜若狂，过上奢华的日子，想要什么就买什么。然而因为缺乏节制和规划，他很快沉迷于挥霍享乐，甚至染上恶习。短短几年，他不但将巨款挥霍一空，还欠下债务，生活比中奖前更加凄凉。这原本的福，到头来变成了一场祸事，令人唏嘘。以上种种说明，一时的福祸并非定数，重点在于后续如何发展，以及我们用什么态度去看待。顺境中稍有不慎，也可能招来麻烦；逆境里保持奋斗，则终会绝处逢生。正如易传中所说，吉凶悔吝生乎动，吉也罢，凶也罢，悔恨与耻辱也罢，都来源于人的行动。意思是，事物本身并无固定的吉或凶，人的行为选择才能改变结果。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谚语和成语，也有不少阐述这种辩证观念的。我们前面提到的塞翁失马就是典型例子，坏事变好事，福祸难料。此外还有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意思是在这边失去的，可能会在那边得到补偿。人生往往就是如此，你失掉了一个机会，也许上天会以另一种方式补偿给你。有得有失才是常态。再比如，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。这句话本身出自老子，我们已经反复强调。古人还说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意思是祸福没有固定的门户，全凭人自己召唤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起心动念的善恶，行为处事的方式，往往决定了他将迎来福还是祸。这将我们引向易经智慧的另一个重要层面，如何主动趋吉避凶。既然祸福可以转化，我们是否能主动的趋吉避凶呢？易经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。首先，易经强调积极行善、修身立德的重要性。前面提到祸福无门，为人自造。从易经的观点来说，行善积德者终会有福音，作恶多端者迟早招来恶报。这并非迷信，而是一种长远的因果观。在现实中，我们也常看到，乐于助人的人身边总有贵人相助，刻薄自私的人最终孤立无援。易经的君子形象强调的就是一种内在的道义和修养。只有平日存好心，行好事，说好话，才能为自己累积一股正气，一种良性的能量场，于无形中化解潜在的灾祸，吸引来更多的福祉。反过来，如果一个人放纵自己的欲念，不择手段的谋利，短期也许风光，长期看祸患早已埋下。古语有云，祸莫大于不知足，救莫大于欲得。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满足，过度的贪求就是祸患之源。生活中保持适度的知足常乐，才能远离由贪婪引发的灾祸。同时怀着善念，积极行善，则福报自会降临。其次，易经教我们要有处变不惊、随机应变的智慧。古人说善易者不卜，意思是真正精通易经道理的人，无需事事占卜问卦，因为他平日里已洞察世事变化规律，在生活中自然能审时度势，做出正确选择，所以反倒不需要临事再去求神问卜。易经从来不是要我们消极的听天由命，而是鼓励我们主动的顺应天道，调整自我。所谓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，说的就是人要效法天地运行的刚健与厚实品格，在变幻无常的命运中，凭借自身的努力和修养去开创一片天地。孔子晚年对易经也是赞叹不已，他每天研读易经，据说翻得连用来系竹简的牛皮绳都磨断了多次。孔子感慨道，如果能再给他几年时间，到50岁时深入研究易经，就可以做到不犯大的过错。圣人这番话透露的正是易经的真正价值，不是去神神秘秘的算命，而是通晓处世之道，减少人生的颠簸与失误。再次，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生的考验无可避免，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，
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与低潮，与其试图逃避，不如坦然面对。很多灾祸其实是伪装的祝福，只要我们勇敢面对，妥善处理，就有可能转祸为福。俗话说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。正所谓好事多磨，历史上一些伟人都是在巨大的磨难中磨砺出了非凡的毅力和才干。对我们普通人而言也是一样，一次失败可能教会你谦逊与思考，一场病痛可能让你反省生活方式，更加珍惜健康，一段低谷期或许逼你发掘出自身潜藏的潜力。与其怨天尤人，不如把困境当作人生必修的课题。当你顺利度过难关，再回首时，往往会发现曾经的逆境反而成了你成长的转折点。最后，在追求趋吉避凶的过程中，要保持平常心，一方面勇于进取，把握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另一方面也接受自己力所不及的部分，不为无法掌控的变故过度焦虑。易经讲知己其神乎，强调的是一种豁达与灵活，该努力时全力以赴，该顺应时随遇而安，不执着于一时的成败得失，放长视野看人生，才能真正掌握主动。当我们心中无所畏惧，但也不忘尽狂妄时，就能在变局中保持定力，不会因一点风浪就迷失方向。命由天定，事在人为，天命我们改变不了，但在人为的范围内，只要尽人事，修其身，便足以大幅提升人生中福的成分，降低祸的风险。现在我们生活在高速变迁的时代，更需要易经这份智慧。无论是个人职业发展，还是企业经营，都充满了不可预测的挑战和机遇。善用趋吉避凶之道的人，懂得在顺境时未雨绸缪，在逆境时看到转机。比如近年一家知名科技企业遭遇国际制裁，一度陷入艰难困境，不少人断言其前景暗淡。然而该企业并未坐以待毙，而是痛定思痛，加倍投入自主技术研发。短短几年后，它不仅挺过难关，还因为掌握了关键核心技术而实现弯道超车，再次站上行业前沿。这就是现代版的波及而富，逆境激发了潜能，困境孕育了更大的成功。又比如苹果公司的创办人史蒂夫·乔布斯，年轻时竟被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扫地出门，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人生巨大的挫败。然而他并未消沉，反而另起炉灶，在技术和管理上不断磨砺提升。若干年后，苹果公司陷入困境，又将他请回。他带领苹果推出划时代的 iPod、iPhone 等产品，使公司起死回生，再创巅峰。乔布斯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，如果当年不被迫离开苹果，就不会有后来那些宝贵的磨练和创新，苹果也不可能有日后的辉煌。可见一时的坎坷反倒成了未来成功的养分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易经64卦本身的安排也别有深意。第63卦名为既济，意思是事情已经完成；第64卦名为未济，意思是事情尚未完成。易经在结尾安排一个已成和一个未成的卦，寓意着世事并没有终点，成功也好，失败也罢，都是暂时的阶段。既济卦告诫我们，即使目前一切顺利如意，也不可掉以轻心，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从满盈走向亏败。未济卦则提醒我们，即便深陷困顿泥沼，也不意味着永无出头之日，只要努力，前方终有新的转机等待。易经以未济作结，好似在对世人说，人生永远在路上，没有哪一刻可以真正滑下句点。我们要时刻保持进退的弹性和清醒的头脑。总而言之，祸福相倚是人生常态，认识并善加利用它，我们就多了一重智慧的保护。我们不妨将以上易经蕴含的智慧归纳为几条重要的原则，来指引我们面对人生的祸福起伏。居安思危，身处顺境繁荣时，保持谦虚和警惕，不因一时成功而忘乎所以。处变不惊，遭逢逆境或突发变故时，稳住心神，冷静应对，相信困局终会有转机。修德积善，平日行善积德，提升自身修养，为自己累积正能量，潜移默化的趋吉避凶。知足感恩，不盲目羡慕他人，不贪图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珍惜当下拥有，
以知足心态远离因贪而起的祸患，学习成长，将挫折视为学习机会，从失败中汲取教训，让每一次苦难都成为日后成功的垫脚石。在顺境中不忘形，在逆境中不失志，审时度势，动静相宜。如此一来，命运的风浪也奈何我们不得。愿你我都能以易经的智慧为舵，掌握自己人生的航向。无论前路是风是雨，都能处之泰然，行稳致远。